宇宙的故事就像是最疯狂的科幻小说，但这是真的。大约138亿年前，宇宙的开场白简直就是空无一物，然后爆炸。想象那一刻什么都没有，然后突然间可能性无限大。这简直就是科学史上的头号大难题，让理论物理学家、实验物理学家和哲学家都头痛不已。我们试着弄清楚宇宙的运作原理，就像小孩子试着理解为什么天空是蓝色的一样。但说到底，我们对于宇宙是怎样开始的，为什么会这样，还真是一头雾水。想想看，史蒂芬·霍金这样的大佬都曾经说过，在宇宙诞生之前，连时间和空间都不存在呢。宇宙的诞生不只是物质的开始，更是时间的起点。试着想象在时间之前的事情，就像试图在北极还要再往北走一样，根本就是无解的谜。然后宇宙就像是在说，看我的，进行了一场壮观的爆炸。就在大爆炸之后的那一刻，一切都定型了。但有的物理学家觉得，这场爆炸可能不止一次，宇宙中可能还有其他的泡沫宇宙在继续膨胀呢。我们所在的宇宙可能只是无限序列中的最新一个。而且有些大脑洞的理论提出，宇宙是周期性的膨胀和收缩的，这就像是宇宙的呼吸，而不是一次性的从无到有。还有更疯狂的想法，例如宇宙的大小和时间在极小或极大的尺度上根本就不重要，就像玩西洋棋一样，无论棋盘多大，游戏规则都是一样的。更不用说，有人认为我们的宇宙可能只是因为某些维度的偶然碰撞而产生的。这里的弦理论家把宇宙的基本原理想象成了振动的微小弦，在一个比我们常规3维空间加时间更复杂的11维空间里。这简直就是在说，我们的宇宙可能只是更高维度宇宙中的一个泡泡。说到宇宙的起源，就不能不提起温度的极限。你可能会想，宇宙中最热的地方应该是恒星的核心吧？但其实，地球上的大型强子对撞机在撞击微小粒子时产生的温度远远超过了恒星的核心，达到了惊人的 5.5 兆摄氏度。但这还不是极限，理论上的最高温度，普朗克温度，是一个让粒子都会被自己的能量撕裂的温度。这个数字大到我们几乎无法想象。讲真的，这些概念对我们一般人来说简直就是天书。毕竟我们的大脑进化出来是为了处理与我们日常生活相关的尺度，但在宇宙学中，这些看似不可思议的尺度和温度却是解开宇宙奥秘的关键。宇宙的故事就像是一场宏大的冒险，从138亿年前的巨响开始，到现在这个充满星星和奇迹的广阔空间。这一切都告诉我们，即使是最不可思议的事情，在科学面前也有可能成为现实。所以带着好奇心，让我们继续探索这个神奇的宇宙。如果宇宙有自己的故事，那么138亿年前的那一刻就是它的第一个故事。那时候光和它所能走的距离还刚开始摸索。但如果我们倒带回去，宇宙的可观测部分就会慢慢缩小，变得超级紧凑，直到所有的一切都挤在一个微小的点里。那么小，就像是普朗克长度一样的微观世界。想象一下，整个宇宙都挤在这么小的空间里，那时的温度达到了普朗克温度，这是温度计能达到的极限。在这个瞬间，宇宙就像是在经历自己的爆炸前夜派对，所有事物都遵循着一些基本的自然法则。这些法则由4大力量控制：把原子粘在一起的强力，控制放射性的弱力，电磁力负责在长距离上传递能量，还有重力，负责把星星和行星固定在太空的某个地方。马克思·普朗克在19世纪末预言了这些，
而这些力量透过一些超级微小的粒子传递，就像是宇宙间的快递员。但在普朗克时代，这一切都还没开始完。那时，重力是最先出场的明星，但我们今天对重力的了解都是基于爱因斯坦的理论，这在宇宙的微观层面上是个全新的挑战。想象一下，整个宇宙被压缩到一个比质子小几万亿倍的空间里，那时候广义相对论就像是手无寸铁的超级英雄一样，没办法提供什么帮助。在这个极小的尺度上，量子力学才是大佬。这里的规则完全不同，你所期待的东西可能根本就不在那里。在量子世界里，观察者的存在改变了游戏规则，这里谈的是可能性，而不是确定性。幸好，这个超级混乱的量子世界只在奈米尺度以下才占主导。对我们来说，这些奇怪的平均数在更大的尺度上变得熟悉，但在普朗克时代，量子规则是逃不掉的。这就是我们试图理解的，在那个极限瞬间，事物是如何运作的。现在，物理学家们在寻找一种叫做量子引力的理论，希望能够把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这两个看似不相容的理论结合起来，解释宇宙在普朗克时代的行为。但要在实验中验证这个，我们可能需要一个大约整个太阳系直径那么大的粒子加速器。有一种想法是，就像宇宙的其他基本力量一样，重力也可能透过一种超级难以捕捉的粒子引力子来传递。还有一种叫做圈量子重力的理论，它想象空间在最小尺度上是像素化的，这样的话，爱因斯坦的方程式就能用线或环来重新写，使得量子尺度上的引力计算更加容易处理。弦理论则提出了另一种可能，将传统的点状粒子想象为一维的振动弦。但为了让弦理论的数学起作用，我们需要至少10到11个维度。让人头大的是，很多这些维度都是自我折叠或细分的，形成了一种叫做膜的结构。量子引力的每一个理论都比前者更费解，几乎不可能形象化。但这正是我们正在尝试解决的问题。在量子力学的早期，惠勒想象了一个由动态量子泡沫组成的早期宇宙。这个想法今天看来可能更接近真相。在这个高能量、超紧凑的微观宇宙中，一切都在发生，但一切都在快速变化。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宇宙，从那个微小的、充满可能性的点开始，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虽然我们对这个过程的细节还有很多不知道的地方，但我们正逐步揭开宇宙最深的秘密。这就像是宇宙本身的探险故事，而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故事的一部分。咱们的宇宙就像一个超级复杂的遥控器，而控制它的就是4种超神奇的基本力量。首先，重力这位老大哥，虽然他看起来有点弱，但却能让你稳稳坐在沙发上不飞起来，还能让地球跟着太阳跑圈圈，确保我们这个星球能宜居。想不想是用一只手的力量就能抗衡重力？拿起你手上的手机试试吧。然后是电磁力，这家伙就像是遥控器里的魔法师，发射红外线穿过客厅，点亮电视上的每个小像素。你的眼睛能看到这些影像，也全靠电磁力里的小伙伴们，电子和原子核。它们聚在一起，让你看见这个世界。接着是强力，这个力量让原子核里的质子和中子能够紧紧抱在一起，不让它们散开。这些质子和中子其实还有自己的小队伍，叫做夸克，也是靠强力把它们绑在一起的。最后，不要忘了弱力。虽然名字里有个弱，但它在太阳里发挥着巨大作用，让氢原子合聚变成氦，给我们温暖和光明。
这就像是宇宙里的炼金术，把基本的元素转换成了我们所依赖的能源。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宇宙，就是这4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回到宇宙的婴儿期，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那时候，宇宙像是一个热乎乎、密集的小点，这4种力量还没分家，像是在一个巨大的熔炉里被混合在一起。试想，如果你有一个硬币掷起来的那一刻，你根本分不清哪边是正面，哪一边是反面，它们就在空中融为一体。在宇宙的极初期，弱力和电磁力就像那硬币一样，你分不清它们合为一体，形成了一个叫做电弱力的新力量。随着宇宙温度的降低，这些力量才开始分家，成为我们现在熟知的样子。但科学家们仍在探索，试图找到一个统一的理论，能把这4种力量再次合在一起，揭示宇宙最初是如何运作的。这就像是在寻找宇宙的起源密码，虽然这个密码现在还没完全破解，但我们已经在路上了。想象那个瞬间，宇宙里充满了各种粒子在进行身份的大洗牌，物质变反物质，反物质变物质，夸克变氢子，氢子变夸克，所有的这一切都在一个瞬间发生。这就是大统一时代的宇宙，一个充满可能性和神秘的地方，等着我们去探索和理解。宇宙的故事开始的跟硬币掉落一样突然，在宇宙的钟表才刚开始滴答作响的时候，大约在1万亿万亿分之1秒后，情况就像是硬币终于决定落地了。温度降到了一个难以想象的数字，1000万亿万亿度。虽然这听起来还是热得惊人，但对宇宙来说，这已经够凉快的了，足以让宇宙中的力量开始分家。就这样，2重力变成了3重，宇宙又开始了新的篇章。但是有个问题，虽然科学家的理论能够很好地解释大爆炸之后的宇宙是如何运作的，但他们似乎无法完全解释为什么我们现在看到的宇宙能够存在。特别是当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这个超级侦探在宇宙深处偷窥时，科学家看到的东西让他们大吃一惊。想象一下，你在凌晨3点醒来，突然意识到你可能需要重新考虑你对宇宙的整个理解。这台望远镜带回的图片显示，宇宙在诞生后不久就拥有了结构丰富的星系，这比任何人预期的都要早。这些发现让科学家开始怀疑，我们对宇宙如何形成的理解可能有漏洞。但别急，这并不代表大爆炸没发生，它只是意味着宇宙的故事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复杂、更精彩。在宇宙的早期，尽管温度极高，但宇宙中的每个角落都几乎有着相同的温度。这种现象让科学家头痛不已，因为照常理，那时的宇宙太过密集，不应该能够有这样的热均匀性。这就像是宇宙中的每一块物质都有一个内建的温度计，而且它们之间的通讯速度比光还要快。然后就在宇宙的故事中出现了一个转捩点，就像是科幻小说里的情节。理论物理学家艾伦·古斯突发奇想，提出了一个惊人的解决方案——暴胀理论。想想，宇宙在一瞬间，比眨眼还要快的时间里，就像被魔法触动一样，膨胀到了无法想象的尺寸。这解释了为什么早期宇宙中的每一处都能如此均匀地分布着温度。这个理论就像是宇宙史中的大揭秘，突然之间，许多难题都迎刃而解。但这还不是全部，因为在这个暴胀的过程中，宇宙的结构也开始形成，从最初的均匀性到现在的星系、星团乃至超星系团，宇宙展现了它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当你下次抬头望向星空，想想那些星星不仅仅是光的点点，而是一个个故事的主角，他们见证了宇宙从出生到成长的整个过程。
而我们正是在这个奇妙宇宙的舞台上，既是观众又是演员。宇宙刚开始的时候，就像是一个巨大的气球突然被充气，这个过程叫做爆炸。这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充气，而是宇宙史上最震撼人心的瞬间之一。它解决了大爆炸理论中一直让人头痛的3个大难题，真是太优雅了。首先，想象你身处在一个巨大的泡泡里，这个泡泡是由光速定义的边界。由于暴胀，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宇宙虽然已经有930亿光年那么大了，但其实它只是整个宇宙的一小部分。就像你在一个巨大的海洋里只能看到一个小小的泡沫。然后这个暴胀帮我们解释了为什么宇宙看起来这么均匀。在暴胀之前，我们的小宇宙泡泡和它周围的其他部分都保持着热的平衡，但暴胀的发生就像是把宇宙的某一小部分放大镜下看，突然之间那些原本很接近的地方被拉得非常远，但它们仍然保持着之前的温度。至于我们为什么感觉宇宙是平的，那是因为我们只看到了一小部分。就像你在海边看到的地平线似乎很平，但实际上地球是圆的一样。我们的宇宙可能也有各种各样的弯曲，但我们现在看不到。最后，关于为什么我们找不到宇宙中的磁单极子，那可能是因为它们实在太罕见了。我们的宇宙泡泡很大，但也只是整个宇宙的一小部分。如果磁单极子真的存在，那它们可能就藏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艾伦·古斯提出的暴胀理论就像是科学家手中的超级望远镜，让我们能看见宇宙的更多秘密。这个理论也帮我们理解了宇宙是怎么从一个非常热、非常密集的点突然膨胀成今天这个广阔空间的。而这个暴胀过程不只是宇宙变大了这么简单，它也把宇宙中的小小不规则变成了巨大的结构，像是星系、星系团。就像你把一张有着小皱纹的纸突然拉伸，那些皱纹就会变成巨大的裂痕。科学家还在研究为什么暴胀会突然停止，但不管怎样，它都为我们留下了一个充满物质的宇宙，而不是一个空无一物的空间。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生活的宇宙，一个充满了奇迹和未知的神奇世界。我们的宇宙就像是一个巨大的乐高玩具箱，里面装满了各种各样的积木。这些积木就是宇宙中的元素，从轻到钚，它们构成了宇宙的一切。你可能会想，这些元素的重量肯定是来自它们的质子和中子吧？但事实上，当我们用显微镜越来越深入观察时，发现情况不是这样的。质子其实是由3个小东西，叫做夸克，透过一种叫做胶子的粒子粘在一起的。而这些胶子透过一种叫做强相互作用的力，让质子的重量变得比它的部分还要重。这就像是你把3个小石头放在一起，它们突然变得比3块石头加起来还要沉重。很奇怪，对吧？这让科学家发现，其实我们宇宙中90%以上的质量都不是来自质子和中子本身，而是来自于它们之间的空间和能量。夸克有点像宇宙中的奇迹材料，而胶子的存在就像是个大谜。在这个奇妙的宇宙中，有些粒子的重量实在让人难以置信。比如说，负责弱相互作用的 W 玻色子，它的重量竟然比整个铁原子还要重4万倍。这就像是一只小小的鸟，重得能压垮一座山一样不可思议。然后，在1960年代，有位英国物理学家彼得·希格斯，他像个宇宙侦探一样，提出了一个惊人的理论。他说，在宇宙的早期，所有的粒子都是轻飘飘的，
没有任何重量。但突然之间出现了一种神奇的能量场——希格斯场，它像是宇宙中的粘合剂，让所有的粒子都获得了质量。比方来讲，你在一个鸡尾酒会上轻松自在地走动，突然一个超级明星进入了房间，所有人都围着他转，让他走起路来变得异常缓慢。这就是希格斯场在宇宙中的作用，它让那些穿过它的粒子变得重起来，就像明星周围的人群一样。但这个理论要证明几乎花了50年的时间。科学家在世界上最大的粒子加速器里对撞了无数的粒子，就像在一片巨大的海滩上寻找一粒特殊的沙子。终于在2012年，他们找到了这个宇宙的明星希格斯玻色子，证明了希格斯场的存在。这个发现就像是揭开了宇宙的最后一个秘密，它告诉我们，宇宙中的所有粒子，从最轻的电子到最重的 W 玻色子，都是经由希格斯场获得质量的。这个过程就像是宇宙中的所有物质都穿上了重力的外衣，从而构成了我们所看到的丰富多彩的宇宙。下次当你抬头仰望星空时，想想那些构成星星和星系的微小粒子，它们都是由希格斯场赋予质量的。这个宇宙真的太奇妙了。宇宙就像一个巨大的实验室，里面住着从呼吸硫磺或甲烷的小细菌，到用望远镜探索宇宙的聪明猿类。在这个实验室里，无论你站在哪个角落，或者你怎么看，都会发现一些特别的数字。科学家称它们为自然常数。这些数字就像是宇宙的规则码，控制着从光速到引力的一切。光速，这个宇宙中的绝对速度极限，是每秒299792公里。想象一下，这是跑得比任何超级英雄都快的速度。然后有引力常数，它告诉我们两个物体因为引力而互相吸引的强度。这些数字还有其他的一些，决定了宇宙中所有物质的行为，包括我们自己。但是这里有个谜，当我们深入质子的内部去探索，我们发现质子的重量并不仅仅来自于它里面的夸克和胶子。事实上，大部分的质子质量来自于这些胶子的能量。这就像是质子里有个能量舞会，而所有的重量都来自于那些跳舞的胶子。然而，即使是像理查德·费曼这样的伟大物理学家，也对这个问题感到困惑。他特别对一个叫做晶体结构常数的数字感到好奇，这个数字大约是1137，它决定了电磁力的强度，也就是粒子之间相互作用的强度。但为什么它是137，而不是12135或3015呢？这是个谜。这些自然常数看似随机，但它们却恰到好处地调整，使得我们的宇宙可以存在。如果这些数字稍有不同，我们的宇宙可能只有氢气，或是所有物质都被吸入黑洞。这些精确的数值让我们的宇宙充满了多样性和丰富性。但为什么这些数字会是这样的呢？这是一个巨大的未解之谜。有些科学家认为，我们的宇宙只是无数宇宙中的一个，每个宇宙都有不同的自然常数。在这些宇宙中，大多数都是贫瘠的，只有少数的宇宙，像我们的这个，刚好有适合生命存在的条件。当我们站在夜空下仰望星星时，我们不仅仅是在看宇宙的美丽，我们还在见证一个非常特殊的宇宙，一个恰到好处的为生命创造条件的宇宙。这就像是宇宙中的巨大彩蛋，等着我们去发现和理解。宇宙其实就像是个巨大的、充满了神秘和奇迹的实验室。在这个实验室里，从最微小的细菌到最聪明的猿类，
都在演绎生命的奇迹。但是，这个实验室里还有一些非常特别的规则，它们决定了宇宙的一切，从星星到行星，再到生命的出现。其中一个规则就是宇宙对质子的偏爱。是的，你莫听错，宇宙好像更喜欢质子而不是中子。但这还不是全部，宇宙的演变中还隐藏着更多的不平衡，例如反物质的奇怪缺失。当我们抬头望向夜空，我们可能会看到一颗比最暗淡的恒星还要微小的亮点，这可能就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武装到牙齿的外星文明。这个外星世界可能和地球上一样，充满了分歧和不和谐。想象一下，在那个星球上，不同的生命形式为了胜利而战斗，从简单的工具到复杂的武器，直到他们发现了反物质，一种能量巨大的物质。反物质不需要复杂的引爆装置，只要和物质接触，就能释放出巨大的能量。想象一下，只需要一克反物质就能产生和90公斤 TNT 炸药一样的爆炸力。但为什么宇宙中的物质会比反物质多呢？这个问题连最聪明的科学家们都还在头痛。英国物理学家保罗·德拉克曾预测存在着带正电荷的电子，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知的正电子。这个发现证明了反物质的存在，但它也让我们更加好奇，为什么我们周围的世界几乎都是由物质组成的。科学家发现，宇宙中每44亿个物质粒子中，大概只有一个反物质粒子。如果物质和反物质数量一样多，那么它们会相互湮灭，留下的只有能量。这样我们就看不到如今丰富多彩的宇宙了。那么，这种幸运的失衡又是怎么来的呢？科学家推测，这可能是由于宇宙早期的一些微妙的不对称所导致的。例如，如果存在一种叫做右手中微子的粒子，它们在宇宙早期衰变时可能偏向于产生更多的物质，而不是反物质，这就为物质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基础。这个理论听起来非常吸引人，但直到我们对这些神秘的右手中微子有更多的了解之前，我们还不能确定这是否是答案。下次当你仰望夜空，不妨想想那些隐藏在星光背后的未解之谜，它们正等着我们去发现和探索。